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227玩家，我是大宇。今天呢，又当了一次大冤种啊，从这个 iPhone 15 Pro 换到了这台 iPhone 17 Pro。很多人肯定想问说，值得吗？那经过2个多月的使用呢，我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啊，所以在这里说明一下。首先，我换机的理由呢，说出来可能有点可笑啊，不是为了相机，也不是为了性能，也不是为了储存空间，就是因为电池续航。在去年9月份这个 iPhone 17 Pro 发布的时候，我并没有换机的打算，因为我觉得15 Pro 再用1年，我也没有觉得它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在一天的夜里，我就突发奇想，把它升级到了 iOS 26。那升级之后，它的续航电量就没有办法维持1天的使用啊，所以我万般无奈之下就买了这台新的这个 iPhone 17 Pro。 那这2台手机呢都是同样的 512G 的存储，我并没有升级更高的存储，原因是我其实一直用着 iCloud。 那苹果今年呢也是贴心的推出了更大的套餐，价格嘛也是相当感人。我算了一笔账，我觉得如果我换一个1T 的或者2T 的这个手机这个差价呢够我大概2-3年的 iCloud 的存储的2T 的使用费，所以我就想还是继续用这个 iCloud 网上存储吧，这样还可以给家人一起用，这个反倒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而且设备可以无缝同步，花钱买省心，与其纠结这个价格呢，还不如说多干点活，多赚点钱，然后交给苹果。先来聊聊大家最关心的相机。说实话，从15 Pro 换过来，我觉得提升不是特别的明显。主摄在白天光线好的时候，几乎是看不出任何的区别。把2张照片放在一起，都未必能分得出胜负。前置的提升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没什么用，因为切换成这种横向的持握，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可能就是姿势没那么优雅，它的这个更广了。我觉得这也算是个功能吧，但是我很少用前置，所以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处。那么这个长焦的提升呢，可以说是一眼可见的，确实有提升，但是我觉得提升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就可能比15 Pro 明显一些，但如果你对比的是15 Pro Max 的话，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提升。我算是一个比较喜欢用 iPhone 来拍照的用户了，那对我来说感觉就像是小修小补，没有什么革命性变化。再来说说这次升级的屏幕啊，可以明显的看到呢，尺寸呢是变长了一点，边框也变窄了。那这一点呢，初用的时候感受不大但是当你用过这个17 Pro 再回去用15 Pro 的这个屏幕的时候你就觉得对比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就是边框的粗细和这个屏幕的大小这样看也是很明显的。左边的屏幕是更小一点的。那我们同样，因为屏幕正常来说它变长了嘛，它应该可以显示的东西都会更多那我的 B 站的界面上看的话，也只是多了这么半行字的这个显示内容，可以看清楚吗？就这下边也就是多了半行字的显示的内容，感觉也不是特别的明显。索尼的这个手机那如果我们打开同样的这个界面，明显下边是显示的更多嘛，你看这些字都看得到这个17包括15都是看不到的。这个 iPhone 17 Pro 可能是因为边框变窄的原因，它不光是屏幕变长，它边框也变窄，所以按照比例来看的话它就没有这么长的比例显示多了这么多内容那我是非常喜欢索尼的这种细长的屏幕的那我改天也可以聊聊这个话题。再来就是这个抗反射涂层的加入。说一个奇怪的现象，抗反射屏幕这个三星早就在做宣传，而且早就一直在配置了。那我一直觉得呢无所谓，所以我的15 Pro 用的就是这种普通的钢化膜。可是这个17 Pro 开始装了这个抗反射之后呢，买到手之后我就立马下单了这个 AR 抗反射的膜，这个对比还是很明显的，我觉得在观感上是有一些提升的。那么再说一下这个争议最大的吧，这个外观和手感。这次的铝合金一体机身呢，听起来好像是不如这个15的这个钛合金中框这么高级但实际上手的这个握持的感觉，我觉得手感还是非常好的。这个铝合金呢也是更轻，然后由于这个边框的一体化，特别是这个位置的这个倒角它也
感觉更润，握在手里呢也不割手，这个长时间单手操作呢就比这个15 Pro手感要好一些。那么据说呢，这个铝合金的中框可能散热也更好但是我不打游戏，那么偶尔拍 4K 的视频，我用15 Pro 也没有遇到过热拍不了的问题。15 Pro 的外壳摸着其实是更有金属感，高级感更强一点，但是密度高，这个质量感强，有时候就觉得有点沉，有点硬。那这次铝合金确实视觉上可能掉了一个档次也容易留下印记，但实际握持的舒适度呢，我觉得是更高了，尤其是在室外使用长时间握着呢也不累手，我觉得是有一点意外的舒服。那它缺点呢，就是容易，就像网上说的它可能容易有划痕，容易留痕迹，甚至有的人说放在桌面上这样都可能有痕迹，那就必须带套保护。我也确实在这发售当天，在秋叶原的有毒八喜的样机上看到了这个痕迹，当时我拍了这张照片。那这个痕迹呢，现场我用手是没法擦掉的，因为最近我也打算处理15 Pro 这台手机我就发现这个新的手机2年多以后到二手平台或者回收的时候这个使用痕迹对残值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所以17 Pro 这种一不小心就会留下痕迹的机身，我觉得却是一个很娇贵的存在了。这台15 Pro 我用了2年，只有这里裸机使用的时候我摔过一次，这个痕迹也不是很明显，所以就耐用度来说17 Pro 有退步了。如果纯说手感的话我是给好评的。如果你带套使用呢，那我刚才以上这些话你都可以忽视了。但有一点不能忽视的就是 SIM 卡槽。今年的日版全都改成 eSIM 了，之前的15、16也是还是有这个 SIM 卡槽的。那这一点我觉得就带来2个影响吧，一是由于中国的运营商它不支持海外版的手机回国去用这个 eSIM 的服务，尽管现在汇率加退税感觉日本会便宜一些，但是我也没法把这里的手机买回中国用，或者说在我往返中国的时候也没有老的这个手机这么方便。那么第二点就是以前的这个日版的手机，由于它有这个实体的 SIM 卡，所以它可以在设置里很方便的把实体的 SIM 卡转换成 eSIM 卡，而不需要到营业商的店里，这就很方便。但是现在因为没有这个卡槽了，所以这个功能也就没有了。那接下来呢，就到了讨论这个待机时长的部分。那待机时间确实是长了不少也是我换机的原因。以前的15 Pro 呢，我早上9点出门，晚上9点多到家，那在外面基本上是要用这个充电宝来续一下命了。那同样的使用强度换到17 Pro， 我基本回家后还能剩个30%的电。那当然这里边可能有我这个15 Pro 它原厂电池的健康度衰减的问题。我看一下我的电池的健康度是89%，我们就算是不科学严谨的去减去这11%的这个衰减，那剩余30%的这17 Pro 确实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哈。15 Pro 如果系统停在这个 iOS 18的时候我觉得到20%的时候开个省电模式同样的使用场景我也勉强能够用到家但是只要你敢升级到了这个 iOS 26，那电池呢必然是尿崩。所以我觉得15 Pro 以前的朋友，我就不建议你升级到 iOS 26了。那为了坚持到家呢，我甚至在40%左右的时候就要开这个省电模式了。所以限制我继续使用的就是它的性能是它的电池。那这里我要吐槽几句2007年开始的苹果的这个 iPhone 确实颠覆了整个手机行业也确实让当年还在用这般PPC Linux 这些系统的我们这些人重新认识了什么叫智能手机。那再加上后来这个2008年它这个 App Store 这个键的市场的出现可以说是开创了整个这个移动互联网行业的一个标准吧但是内置不可更换电池也绝对是苹果最鸡贼的地方，也是苹果对整个行业最恶劣的影响。我的第一台 iPhone 就是2008年的 iPhone 3G， 现在还在中国我的家里放着它呢就是我第一台电池不可自行更换的手机。这之前的手机不光造型千奇百怪，几乎都是可以方便的更换电池。苹果拿电池出来算计消费者钱包，确实也是发了大财正所谓学好不
容易，学坏一出溜，所以现在所有的厂商都学会了，连三星在旗舰机上最后坚持换电池的就是三星 S5，之后 S6 也不能换电池了，三星 S5 也是12年前的手机了那么吐槽结束哈，说回这个 iPhone 15，如果你不小心升级了而又不考虑换机，我觉得可以考虑换一块新的电池也许能解决一点问题但是后续的升级一定要谨慎了，所以厂商通过更新系统精准的控制这个老设备的生命周期，计划报废让我们不是为了手机性能不行更换手机，而是因为电池不行，我觉得这刀法也是绝了。好了，总结一下我的核心观点呢，就是如果现在用的是 iPhone 14或者还是更老的这些 iPhone 机型的话，我建议是可以换一下这个 iPhone 17的这个系列，不论标准版还是普通版呢，都是可以闭眼换今年的新款，不管是普通版还是 Pro 版，那接口统一、高刷屏、拍摄性能是代际的提升，会感觉非常的明显。那反之，如果你用的是 iPhone 15之后的任何一款Pro 或者是 Pro Max 机型，那么我就劝你真的就把钱省下来干点啥不好，这两代的提升，芯片的提升早就过剩了，在日常的使用的时候也很难感受到。我觉得咱们别被这个发布会和那些评测视频给忽悠了，那所谓的提升很多都是实验室数据，是厂商的一种营销话术当然你要测也测得出来，但是你日常生活真实的这个体验能有多大的提升呢？我觉得提升不明显。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我后悔吗？从性价比的角度考虑，那我当然是后悔了。那从买个省心的角度考虑呢，我又不后悔。我之前更换原厂电池也被人骗过。iPhone 6s Plus 那个时代，我是用官方的渠道去更换，竟然给我换来了假电池，而且我是在上海的售后。所以我这次也是为了省心吧，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好的渠道去更换电池，没办法，我就只能买17 Pro 为懒付费吧，我把时间花在更重要的一些事情上。好 ，OK，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这个视频制作不易，如果你喜欢呢，别忘了点赞订阅我的频道227玩家。对于换不换 iPhone 17 Pro， 你有什么想法？或者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使用，你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我们下次再见，拜拜。